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王一博、黄多多越南河内密会被拍，牵手视频外泄，粉丝们发现两人正在吃河内甜点。2025年5月11日，一段仅20秒的街头视频在中国迅速登上热搜榜。视频中，王一博和黄多多穿着协调的休闲装，十指紧扣，驻足于河内丁鲜黄的街角。黄多多轻轻抬手，为王一博整理因风吹乱的衣领，两人相视而笑，满是温暖的情谊。这是他们在电影《人鱼》中的首次合作。在早前剧组的见面会上，两人的眼神交汇瞬间已成为 CP 粉丝们所津津乐道的素材。粉丝们连夜搜索中未播出的片段，剧中黄多多饰演的女主角为王一博包扎伤口时，意外发现在用的绷带上竟绑着一个蝴蝶结，弹幕瞬间刷屏，这哪是包扎，简直是绑月老的红线。这并非实锤的恋情，而是娱乐圈刻意的投喂。当看着黄多多轻柔整理王一博衣领时，垂落的发丝仿佛让我联想起超市货架上的每日坚果，看似随意组合，事实上每种坚果的比例经过精确计算。这对荧幕 CP 在人鱼中展现出的渔夫与小女学生的深厚友谊，出自电影《人鱼》。每一步都在无形中复刻流量时代的造星法则，先以专业的合作打磨口碑，再通过微妙的暧昧点燃热议。那些喊着嗑到了的粉丝们，也不外乎是资本运作下的韭菜。当王一博在无名中凭借眼神表演赢得口碑时，没人关注他凌晨3点的打戏。但一旦与女演员有了0.5米的亲密社交距离，王一博与黄多多的恋情则能在热搜榜上挂足18小时。这种荒谬的对比，恰似职场中努力加班却无人关注，朋友圈晒咖啡却被称赞精致的我们。更值得警惕的是显微镜追星的异化。粉丝们通过黄多多耳环的反光来揪出拍摄地点，借助王一博卫衣的褶皱来推测牵手的时间，这样的扒糖行为简直堪比刑侦，实质上构成了对艺人隐私的强力侵犯。问问现实中，谁敢用8倍镜头去观察同事的互动细节？可一旦披上了嗑 CP 的糖衣，窥私欲便化作了所谓的集体正义。这一场牵手风波如同一面3棱镜，映射出娱乐圈最令人难以直视的真实。观众所追逐的从未是爱情，而是对自身情感需求的映射。资本所贩卖的也并非是真正的 CP， 而是经过精准调配的多巴胺套餐。当我们在超话中为蝴蝶结绷带狂欢时，或许应该问问自己，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动容？说到人鱼，这电影可真是2024年的大热门，集结了王一博的流量、汤唯的演技，还有王传君的实力派加持，制作班底更是金光闪闪。据中国电影家协会2024年的报告，大制作电影对新人演员的曝光度提升高达 60%， 黄多多能挤进这阵容，机会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剧组透露，他演了个关键配角，跟王一博、汤唯都有对手戏，戏份不算少，角色还挺讨喜。可具体演啥，剧组愣是捂得严严实实。连2024年3月上海的发布会上，导演都被问烦了，也只甩一句到时候看电影就知道了。这种保密策略，我觉得挺高明。娱乐圈对星二代向来挑剔，黄多多之前因为染发、打耳洞，穿着成熟，
网上没少被喷太叛逆不像学生。剧组这波操作等于给他挡了不少风头，让观众先把注意力放他演技上，而不是身份上。可这也像刀尖上跳舞，保密的越严，观众期待越高。他要是演砸了，估计网上又得炸锅。我得说，剧组这招有点既想吃鱼又怕腥的意思。保护新人没错，但黄多多毕竟背着星二代的标签，压力不是一般的大。他在片场低调的像个小透明，据说连社交媒体都不发拍摄花絮，这份谨慎让我有点欣赏。娱乐圈这地方，少说多做才是硬道理。要说黄多多能进人鱼，黄磊这总导演功不可没。黄磊这人，荧幕上是暖爸，私下里可是个操盘手。他早几年就想让黄多多考国内艺术院校，可他学业成绩一般，还因为文盲事件被网友 diss 了一波，计划泡汤。后来，他果断送女儿出国镀金，顺便靠自己的人脉，给他争取到了人鱼的角色。不仅如此，2023年下半年，他还试着联系过北京一部青春剧的导演，想让黄多多演女二，结果他试镜表现平平，角色被科班演员抢了去。这事儿黄磊没公开提，但他在综艺里一句女儿的路要一步步走，听起来像在给自己和女儿打气。黄磊的资源站还不止于此。据说，他常带黄多多参加圈内饭局，认干爹干妈，结交富二代，甚至还想搭上董王的儿子这样的大人物。这架势，活像赶鸭子上架，非得把女儿推到娱乐圈的 C 位。据某娱乐行业报告，2024年，70%的星二代进入娱乐圈都离不开父母的资源推动。黄磊这波操作算是教科书级别的铺路。可我得说，黄磊这慈父形象背后控制欲有点强。他似乎把黄多多当成了实现完美家庭人设的棋子，恨不得把他的路都规划得明明白白。这种爹位操作容易让黄多多喘不过气。想想看，18岁的女孩，谁不想自己做主？黄磊这一条龙服务，是帮女儿，还是在绑架她的梦想？黄多多这姑娘，争议体质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染个发，打个耳洞，穿件露肩装，就能被网友喷成叛逆少女。还有那次文盲事件，让她被嘲了好一阵。心理学家李教授，国内某高校心理学专家，曾研究过星二代的心理压力，指出公众对他们的期待和批评往往成倍放大，稍有差错就可能被贴上不配的标签。黄多多估计深有体会，网上那些冷嘲热讽，换谁不得有点心理阴影？可他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在人鱼片场，他低调的像个新人，认真记笔记，请教前辈，偶尔还帮剧组跑腿。这让我想起那句老话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他知道自己背着星二代的包袱，索性用行动说话。他的个性打扮，过去被喷太成熟，现在看到有点真我的味道。娱乐圈这地方，没点个性还真混不下去。我得说，黄多多这路走得不容易。资源是把双刃剑，给了他机会，也让他站在风口浪尖。他要是能在人鱼里演得让人眼前一亮，估计能堵住不少键盘侠的嘴。可要是演得平平，网上那群挑刺精估计又得群起而攻之。他的未来成败都在这一步。人鱼还没上映，黄多多的星途已经像过山车，忽高忽低。
根据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趋势，新人演员只要抓住一次机会，就能迅速崭露头角。黄多多站在聚光灯下，背着黄磊的资源和自己的争议，未来是星光大道还是荆棘路，全看他能不能用实力让质疑闭嘴。就像那句老话，路是自己的，鞋合不合脚，只有他知道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